大家好，我在 Uptown。今天呢，和大家来讲一个很紧急的事情啊，关于医疗的。我的一个朋友呢，从中国过来玩啊，就在昨天跟我发微信消息，说在吗？可以电话吗？江湖救急。哎呦，可惜我看到的时候已经过了1个小时了，他也打过我的电话，我也没有注意到。等我拨回去的时候呢，原来他们呢正在马来西亚旅行。在槟城碰到一个什么事情呢？小孩子受伤了，疑似骨折。哎呀，爸爸妈妈很着急啊。补充一下，他的小孩只有3岁多，出来旅行几天，碰到这样的意外父母当然是非常着急的。我在确保他们已经得到妥善的处理之后也有了一个其他的想法。那我当然想机会来了，我们很关心医疗，也做过一些关于医疗的节目。我不如请他来跟我复述整个看病的经验经历感受是什么，分享给大家，这就可以作为一个实例嘛，对吧？而且呢，我这个朋友很特殊，他的父母都是在中国的医生，他的爸爸还是骨科医生，他自己也参与过中国医疗的改革，一些基础的工作，所以他讲的又会有很高的可信度我就请他发过来了他把文字整理了一下。OK， 为了让大家对我朋友带着小孩子在私立医院看病整个过程有一个 whole picture， 我把他所经历的步骤先大致说明，然后再展开。他到了医院以后呢，先经由咨询台，然后是等待叫号，再来呢去到儿科进行检查和看医生，并且呢去拍片，再有后面需要骨科介入了，再转到骨科，最后配药付款。以下我来转述我朋友的描述加上我的评论。没想到这个咨询台的护士中文说得很流利，然后呢帮忙打电话给儿科的护士介绍情况，他们呢就决定先挂一个号是儿科的号，然后他们呢还做了路线指引。他的感受是什么呢？他的感受就是这个前期的分诊这个系统做的还是很好的，热情微笑，而且呢有后面的科室的技术支撑，让医生也能提前知道病人要面对的情况。但他分析呢是觉得因为人少，所以呢可以做得很精细另外到了儿科分诊台先要取号等叫号挂号，这个呢他觉得比国内是多了一个叫号的步骤。当然这个步骤我还是有些存疑的，和朋友沟通也没有了解的特别清楚。看他原始的意思是说在咨询台已经确认了第一步挂儿科之后呢，他进入到儿科的分诊台，然后才经历了叫挂号和叫号的过程。除了登记信息，叫号呢还让你去检查室。他说检查室有6到7个护士，先要问一圈过敏和药物过敏的病史，量体重身高，然后呢才等医生过来看。等了10分钟叫到医生，其实呢他可能这里没有怎么看病的经验，叫我来看呢这个等待时间还好。我也经常去私人医院我觉得这个时间不算长至少和我这边雪兰莪比起来并不算长。好，然后医生是怎么样呢？他说医生表现的比较和蔼，对吧？这回又是和蔼，刚才是亲切，说话也很温和，先问了他们事情发生的经过。好，医生呢是这样的，先进行了检查他说医生呢从左手开始检查，分散小孩的注意力注意小朋友他受伤的是个右手，父母也是早上发现他右手怎么不怎么动才发现问题的，所以医生知道这个情况。他从左手检查的目的是为了去分散小孩的注意力，然后呢再一点点检查受伤的右手。还是这一次问诊呢觉得给小朋友的情绪价值比较多。他换成国内可能很快的检查问了一下，然后安排 X 光，前后2分钟这是他说的你看这个差异是蛮大的。那这一位他们决定挂的儿科医生是不确定是否骨折，但是呢凭经验大概率排除了骨折，不过还是安排了
X 光检查。就是那个时候呢，我也跟他打过电话，后来我打通了他的电话，也就是这时候差不多等了1个小时，他们去医院，然后呢进行分诊挂号，进行儿科医生的检查，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你知道我那个时候给他打电话问他怎么了，你打我电话是什么事情？他问我他最大的担心是什么？他说这个医院会不会很贵？这是他问我的。我说那你去的是政府医院还是私立医院？他说不清楚啊。我说装修好不好？因为我也没法判断。他说装修也看不出来，还可以。那我说你有没有付钱？他说还没有付钱呢。这一点上其实和这个在雪兰莪也是不一样的，至少和雪兰莪的私人医院是不一样，所以我完全无法判断。我说这样，你把医院的名称发给我，我帮你去查。那后来呢，他把这个宾安医院发给我了，我到 Google 一搜就知道了，是一个 private hospital， 那就是个私人医院。我就跟他去讲了当然我也跟他进行了介绍，我说大概率别人把你引去的应该是私人医院，不过呢，不论是私人医院还是政府医院，你都不用太担心，你就好好享受这个世界上比较顶级的医疗服务，而且费用是不会很高的，小朋友没事就好了。我自己的预估呢，他可能要花上个1000马币，因为我们 Wilson 以前他的脚趾也被重物砸到骨裂过，就是在雪兰莪，还去的是私人医院的急诊，当然这是我的猜测，最后实际花多少钱，请您听下去。那我们接着讲他的故事他后来告诉我，他说 X 光呢在1楼拍所以我那时候还在电话上，我跟他说你不要急根据我的经验呢，私人医院我帮你查好了，护士是会给你一个推车的，也是可以推着你的。他说这个是的，他们给了他一个推车，也有人陪的不用担心，那他们自己也是可以推。大约呢排队了10分钟，不过在 X 光的地方呢，他有东西要吐槽了。他觉得是什么要吐槽呢？他说里面的冷气太冷了，他们完全没有准备，完全是抖抖嗦嗦浑身发抖的拍完了片了。他还蛮胖的，如果他都觉得冷，那可以想象是比较冷的。小朋友很小了，才3岁多，肯定是更冷了。有意思的是这个拍片不太一样和在中国，他说拍了3张不同角度的片子拍照的影像医生也是很耐心的和小孩子沟通，全程呢他来翻译，小孩自己也可以听懂一点。拍完大概花了20分钟，这个比较长时间，来来回回搞了6次。在中国呢，他说这个速度肯定唰唰唰就很快。后来这个部分我详细问他，我说为什么要跑6次？为什么要分几次拍他说是先拍一下，然后医生那里去看，回头呢再过来补一个角度，再拍，这样的是拍了3次。我说那应该是挺精细的，是判断一下，然后诊疗一下，判断一下，诊断一下这个他同意他说是这样的。那么出来后呢，儿科医生再要等叫号，这一段呢等待了大概30分钟。我觉得这个时间可能这时候病人多了还是怎样，那时候应该是下午了下午接近4、5点钟的时候，确实是时间相对比较久，尤其是在受伤骨折的人。等了30分钟以后，医生呢跟他说看起来还是骨折了，那怎么办？没有完，你还记得吧？他们这个去找的是儿科医生，然后这个医生呢就帮他们联系了骨科医生，他说马上就可以帮他治疗，然后呢护士指路把他们带下楼。骨科呢一下子没有找到，他又回到咨询台问然后呢咨询的人就质疑说现在还合适吗？你还能来看我们吗？他说骨科医生马上要下班了。这个他说有点小震撼，差点这个很生气然后呢直接带去骨科挂号处问了，才给带路去找护士，就是说又跑去骨科那里去问了一下，然后呢护士还是帮忙带去了骨科医生。骨科医生呢最后指着片子告诉他是骨折了，但是呢不用手术，不用石膏，只要挂一下固定一下就好了，全程比较温柔。最后呢问他要不要开药，配了一点消炎的这个药。这个故事呢大概就是这样子了。不过我听下来呢，我跟大家总结一下我发现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我跟他都同意就是他整个看下来觉得医生呢温柔，然后呢虽然慢，
但是呢是非常做事比较有章法，很精细。比方说给小孩子能提供情绪价值，他觉得这个在国内呢是做不到的。至于等待时间呢，我觉得不好说。他的判断呢，主要是人啊相对比较少。他觉得呢，在中国现在呢，慢慢也开始做一些分级诊疗啊，你不用去太大的3甲医院，就是3级甲等这种最高档的医院，也不会有太多人。这个呢是关于时间的问题啊，我就不好说，因为医院看病的时间有长有短。总体啊，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还挂下一个其他的疑问啊，我也想来问问大家，我等下再说。那同时他也很同意呢，医生是很温柔啊，然后他前台居然还会中文，这个我是没想到的。因为我去马六甲看过，我在雪兰莪也看过几次，基本上都要用英文来沟通的。那是不是槟城独特的特点，是吧？他觉得能够给小孩提供情绪价值是很好，小孩就一下子心安定下来，这家长也就不那么紧张了。我跟他开玩笑，我说小孩是不是穷哭了？我们上海话啊，穷哭了就是不停的哭，哭得很厉害。他说是我穷哭了，有可能他作为一个父亲很紧张啊，就在那里哭；也有可能他跟我开玩笑，他说我是穷哭了（括号他说 poor）， 我怕那个花很多钱，他说我穷的要哭了。这个费用的问题我也要等一下再说。我想大家还可以看到一个不同，也是我之前和国安的节目中分享的，也很多人同意的。就你看医生的诊疗方式是诊疗一点先下一点判断，然后呢你再去做影像学检查一下，再来判断一下，说问你要开多少药，要不要开药说我不需要不需要这个绑石膏了，挂一下就行了，这都医生会主动的告诉你是小步的是适合你的。但是缺点呢，不是说缺点，它的特点就是花的时间就会更长一点，花的时间要更多一点，投入的资源呢一定会更大一点。这在中国看病不一样。我是跟他说呢，那如果你在中国，肯定就是什么影像先来一套，检验的先来一套，全部拍完不就好了吗？更快啊，然后我再来下决定，再来确定，是吧？他呢不完全同意他说可能是中国很快，但是呢也会问一下稍微摸一下再做一些判断。好，那么这个折中吧，我是觉得呢，他呢感觉是因为在大马这个私人医院看病呢人少所以呢资源丰富会这样投下去。你看一个检查室里面有6、7个护士，这个细节也是可以看得出来。还有2个细节可以补充。首先呢，他拍3次 X 光，每次医生都是拍了2张。然后呢，在影像室的这个医生他说也是很耐心和蔼的跟他们解释。另外呢，这位儿科医生一开始帮小孩做检查的时候，手上是一寸一寸慢慢的摸上去，慢慢的检查的是这样的过程。好，那么回答刚才2个问题首先我来说这个关于等待时间的问题，我呢就问他一个疑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急诊呢？对吧？那急诊就不存在骨科医生在不在的问题。同时呢，你如果挂急诊那他马上就会给你看，因为在大马急诊是分成3个颜色，红色、黄色、绿色，根据你的病情急不急，处理速度和处理方式都有它的特点，肯定马上看到是医生没有让他看，他自己还是没有看呢？他告诉我的，他是没想到挂急诊但是呢也没有人提醒他，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费用跟大家报告一下，他整个小孩这么前后拍了3次片，开药挂着，还有医生的这个 consulting 加到一起呢是差不多500马币，900块钱，910块人民币，总共是这样。这也是他当初找我的原因他很担心会不会很贵的一个月，那他觉得呢可以接受一点都不贵。不过呢我还是建议他下次一定要买好保险，意外保险，尤其呢还有小孩子在，对吧？这个不然得不偿失。那这个呢我是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它是一个真实案例发生在身边的，新鲜滚烫的就在槟城，我自己的朋友他的表述呢相对也比较完整，拿来给大家参考，对吧？做一个比较，也不是说要批判谁表扬谁。当然也有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这个费用怎么样治疗标准吗？为什么没有去急诊呢？这个也供大家参考，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很多事情就是不变不明嘛，对吧？尤其是我们生活在国外，也不是这么懂，不停的要跟大家学习。那我再啰嗦一下，我们的使命就是追求中年人的幸福生活，给大家在异乡生活的勇气。所以给大家展现这个案例，谢谢，拜拜。